哦，那当然阿良口中的朋友就是他店里的同事嘛，废话。于是阿良店里就怎样，就签到这间本来是屋主自售的委托了就把它签下来了而且之前阿良就有探听清楚，屋主对房仲业真的不熟，又一番说法什么全力协助曝光啊，多店一起卖啊，回去至少帮你打100个电话啊，潜在买方都约出来看你的房子啊，有没的。好，那屋主就稀里糊涂就把这间房子专约就3个月就签给阿龙的朋友那至于阿龙的朋友就他店里的同事能不能卖到当初他在电话里面保证的价钱，能不能在2个礼拜之内卖掉，到底有没有那个找这个地方2年房子的买方，那卖掉以后的佣金要怎么跟阿龙分等等的问题之后再说，先签到再说这个就是疲劳轰炸开发屋主自售签委托的技法。屋主自售的房子真的便宜吗？小心这个隐藏风险让你白忙一场。先说结论屋主自售的房子我不喜欢因为屋主并不会因为没有房仲他就卖的比较便宜，而且我们之间没有第三人他签约之前妈的随时的反悔这样，又很难讲，反正就是我家超好，我家超棒这样那没办法谈了。害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现在终于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山上的中古透天可以买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屋主自售的房子能买吗？来聊一个常见的买房迷思就是很多买房的新手，他就会觉得说屋主自售的房子可以买的比较便宜至少就不用付那个中介费嘛。先说结论，不会。不会，对，就是不会，因为屋主自售的房子通常是怎样，他就是不想给房仲赚，他才想要自己来卖卖看这样，因为他就觉得说房仲好像也没什么用这样，那我是自己卖嘛那我就自己带看这样，然后请代书就好。好，那就会怎么样我们简单来模拟第一个状况，好多人来问此时心态屋主的心态是这样，我靠，我这间这么多人来问那我应该可以开高一点，对不对？我再加个100，再加个150、200来卖卖看，因为很多人来问嘛。第二个情况，乏人问津怎么都没有人来问是不是我开太高啊？不然我降一点屁，不可能屋主只会觉得那没有人来看那我就先收起来不要卖好了，我晚2个月再来卖卖看直到有人上门有人上门的时候参见低一点，对不对屋主就是这样，他看自己的房子就是自带滤镜，因为他以前住这里嘛，他就觉得说他家很好很棒这样。那我知道这个说法很暴力很直接但你想今天这个屋主他要卖房子连卖方4%的中介费他都想要省了当然你看县市啦你那个总价高的你就没有4%，比方说台北市新北市他们4%收足嘞，那只会拿给人家卖而已那像中南部的地总价还是4%收满的状况那也可能谈低一点谈2%，看你什么县市，看你怎么跟中介谈总之啦这个屋主自售的出发点就是什么？想要省中介费那因为他觉得说我现在这个卖这个房子2000多万这4%很多呢，那我上班也没赚那么多不然我就要自己花点时间来带看之类有没的。总之他就是要省那个中介费。那你怎么会觉得他愿意让利给一个陌生人呢？对不对？但凡让利1块钱，都对不起这个人性七宗罪中的贪欲嘛。风里来雨里去当初背房贷的辛酸血泪嘛，所以你买不到便宜的。好，那你要知道，屋主自售反而都比较贵这个不要说都我在讲来，你看那个 PTT 的房地产讨论版也是这样讲来，我都帮你标好了，我念给你听这个是一个 po 文的回文啦跟屋主自售交手过几次的经验，价格没便宜又硬。第二个乡民讲的，找屋主买的通常是最贵的第三个乡民讲的，现在的热度找重谈到好价格的几率比屋主大多了然后还有一个乡民CECA 这个 ID， 这就是 Seca， 这位就是那个高雄王高雄王不是我是他不是我我只是刚好也在高雄而已那平常他也发很多文章我也会看这样。大概你那个房地产自产，你不住高雄，你要认识高雄，你大概都是从这位 CECA 这个乡民这边认识的
那他说太累了，出价太低还会被人家赶出门，很好笑哦。好，就这样，这都乡民讲的哦，不是只有我在讲哦。而且你找屋主买，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哦，就你们中间没有第三方，如果他要反悔，你拿他没皮条哦啊，你也不可能先拿50万给他去做下握这个动作嘛，对不对？50万你直接汇给屋主啊，你看你敢不敢哦？所以你们在正式签约以前，他都有可能会反悔哦。那你只能摸摸鼻子，所以说屋主自售的案子只是看起来香，实际上有很多地雷要小心。那如果我是要买屋主自售的房子，只有一种我会考虑啊，就是亲戚朋友长辈愿意便宜卖给我哦，只有长辈才有可能啊。可能什么要看你这样打拼很辛苦，而且长辈他们早期取得成本对不对？哦，他都觉得说啊，这个自己小孩子这个啊，我多赚他500万，他不知道加几十年的班啊，算了哦，就这样哦，那他就愿意便宜把房子卖给你。那此时当然就是给他买下去啊，然后逢年过节记得去问候长辈，好，要邀请长辈来家里做客，就来看说，哎，你卖给我房子，我保护得很好，什么有没的，就是大概就这样。不然我实在想不到哦，其他的房子啊，在那边屋主自售，他卖给你便宜的理由，如果他卖便宜，他是不是亲戚朋友就应该吃掉？那还在那边屋主自售，表示什么？他亲戚朋友没有人要吃。哦，当然也有可能他就不想让他亲戚朋友知道嘛，哦，很难呐，就这样哈。屋主自售这种事情啊，没有什么一回生二回熟，你卖给亲戚朋友之间的交易，那个是一回事哈。那屋主自售应该都是第一次或第二次卖房子，然后那边自己 po 个网路哦，然后大概就这样，所以他们对那个房地产的交易哦是很陌生的啦哦。好，总之最后你要知道，想买便宜的房子，那你就找房仲帮忙。我说的是真的哦。如果你现在预算就是没有那么多，那你想要找便宜一点的房子该怎么办？我跟你说，找房仲帮忙。房仲之前我说齁，在房地产大热的时候，房仲大部分是站在屋主这边的，但是对于房仲来说，更重要的东西是有没有成交嘛，对不对？没有成交就没有佣金哦。那所以有时候你好好的跟房仲说啊，我就真的要买，我又不是什么死投资客，我又不是什么啊，我就真的自己要做，啊你也知道啊，我就只能负担这个，啊你去帮我弄哦，大概就是这样。房仲真的会帮你去跟屋主谈看的哦，至少啊，我遇到的房仲都是很帮忙的啊。我不是说在那个推荐高雄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吗？对不对？哦，通常我们都是讲好一个价钱，就真的是那个价钱。那可以，他也直接说可以；他不可以，他也说哇，这个你叫我去帮你跟屋主努力看看，我会被吼出来。我也直接跟你讲了哈啊那。好，那我就去被吼，然后再回来跟你说不行哦，还是你要加一点哦，知道我们都很清楚啦哦，有房仲卡在中间做第三方，我就很轻松哦，真的是很轻松，房仲很帮忙哦。那你跟房仲的沟通方式绝对不要是什么，哎，我这边看他们实价登录是多少，所以他应该要卖多少才合理，而且这个国泰房产指数哦，然后现在怎么样，你就这样讲哦。那个房仲想帮你的忙，他也没办法帮忙，你知道？正确的流程应该长这样。这个正确是指你顺利买到房子，而不是说什么道德上的正确哦。正确流程长这样，就是你第一次出价以后，你看中介的反应哦。如果他是打给你，好，那边打哈哈，啊，你就直接问他啊，开多少愿意收我哦，出多少愿意收我。好，那愿意帮忙的房仲，他看看，对啦，都达不到那个屋主底价，可是。他可以去谈，然后这个你既然是自己出的价，你也负担得起嘛？这个东西很诚实的，他收不收我，这没什么好骗的哦。那所以他就会跟你说多少钱，他可以收来谈看。好，那你就直接评估嘛。如果是这个钱再加多少，我再加50万内，我能不能负担？如果能，好 ，OK， 那应该就能顺利成交哦。就这样。如果那个房仲跟你讲说哦，要叉，那个我才有办法收我的话。那你一看跟你的预算差太远了，那是这个东西要直接不用去谈了哦，就直接 pass 哦，这间房子就跟你没关系。中介要的是成交，哦，要的是成交，而不是卖一个天价，卖了1年2年没有人跟他买哦，他宁愿卖很多的平价的房子，每个月都来成交一间，这样中介最爽。好，来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屋主自售的房子能买吗？那我先跟你分享了屋主自售的心态哦。今天当屋主把房子抛去5-9亿的时候，只会发生2种情况。第一，很多人来问，那屋主会怎样？哦，他就往自己脸上贴金啊，我的房子真不错哦，啊，我当初的眼光真好，这么多人想买我的房子，再开那个贵一点。第二，乏人问津，就屋主就会奇怪啊，那现在这个景气不好啊，算了，那我收起来哦，以后再卖哦，就这样哦。反正我们台湾房屋持有税这么便宜嘛，摆在那不会痛哦。那等到有人来看说，
这个自动就往脸上贴啊，我的房子真不错哦，这么多人喜欢，然后要抬价哦，就是这样。所以我认为屋主自售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买，叫你家长辈愿意便宜卖给你哦，其他状况我都不想考虑哦。那你就想哦，他连那个中介费他都要省了，他怎么会对这个外人莫名其妙这个毫无关系的外人来那边卖便宜？而且跟屋主买卖还有一个隐藏风险，就是他在签约之前随时反悔。因为你们中间没有一个第三人在把关，他说不卖，你也拿他没皮条啊你怎样？你要去法院告他，你要去警察局备案哦。我说他不卖你当初讲好的价格什么的哦。那最后我的建议哦，如果你想买便宜的房子，最好的做法，找中介帮忙，就直接讲说你最多能出到哪里，然后那中介帮你看可以就是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就这样哦。对中介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成交，卖便宜一点没有关系，他还是有业绩，所以他真的会愿意帮忙哦。那你就好好跟中介沟通，通常都会有机会，真的啊，就是这样啊。那哪有什么大道理哈？你不用在那边那个碟中谍哈，也不用在那边演戏或干嘛的哦。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哈。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好。这个欢迎加入哈，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哦，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啊，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哦，那会员的问题哈，我也会认真回答啊，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2个，自产高雄。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执行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勾。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嘛，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这个上车坐好系好安全带啊！我要开始讲故事了哦，我要讲干话了哦。那这个你就当我梦到的哦。我来讲一个中介常用的技法哦。当然啦，技法本身只是技法哦，无所谓优劣或是带上道德的枷锁，那些都是后话。就像刀嘛，可以做菜，也可以杀人，也可以犯罪，这样就是中介会怎么去开发屋主自售这种东西这种物件，针对屋主自售有一个技法可以处理叫做疲劳轰炸疲劳轰炸。我讲一个故事，你听听看这真的就是个故事你不要那边想说中介都是这样，不是就这是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中介叫阿龙阿龙那他是一个中介，目前在房仲店上班。那他就平常就是努力开发卖方啊，拿房子给他卖啊，然后跟买方啊，买那个他店里的房子啊，那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打电话回来带看有没的，然后晚上就跟朋友约出去小酌2杯，我们吐苦水他不是好人，他也不是坏人就是出社会以后还要拼命赚钱以后好把现在的女朋友娶成老婆，成家立业，这样非常平凡的房仲那针对屋主自售这个事情就是说屋主自售对阿龙这个中介来讲是好事情为什么？因为591直接就是屋主电话，对不对？阿龙平常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就是要开发物件来卖嘛那他就是要想办法找到有没有屋主要卖房子嘛那找到屋主是一回事，屋主要不要卖房子又是另一回事这边蛮困难的一个社区大楼100多户，你怎么知道现在谁要卖所以很麻烦啦，就这边蛮困难的最好还能够签到专约给他卖一段期间之内只有阿龙能卖这个更困难。那阿龙今天早上看到一个591突然新的物件，他们是房仲，他们每天都会巡自己在负责区域的巡，今天新刊一则叫屋主自售可以直接找到屋主，这个对阿龙来讲，他就可以组织一次复杂的剧本来进攻屋主发动疲劳轰炸。好，然后他开始了他就打电话去问屋主要看房子但他说自己不是中介，他假装自己不是中介，是自己要住的屋主就问他你做什么工作他说我在中钢上班
哦，我在中钢上班。好，屋主就对他有个不错的印象哦。反正就是阿龙会讲一个没有拿名片的话，你不好查证哦。躲在大公司、大工厂里头办公室上班的那种职业哦。毕竟阿龙哦，他要是乱讲在银行上班哦，就会被屋主接着反问啊。哦，哪一家银行？那个谁谁谁你认识吗？哈，那个我的侄子也在那间银行上班哦，之类我们不就露馅，很容易被戳破。到了约看房子的当天哦，阿龙把他的仲介制服脱掉哦，换上平常打球的那个穿着哦，就真的去看房子哦，东敲敲西敲敲说，这间不错只是屋主你这个价格高了一点，有没有可能再便宜一点？故意问哦，屋主大手一挥。没有啦，就是这个价格。我家这个房子很好，我前一年还花35万去修过那个漏水壁癌，而且我们自己卖哦，我们自己找代书就好了你也快节省了快20万的中介费哦，所以不会再降价，就这样，你买便宜了。阿龙就陪笑脸说，好哦，那还有修过漏水，那真的不错哦，那我回去跟老婆讨论看看哦。其实阿龙根本就还没结婚哦，然后就说。那屋主，我们加个赖哦，有什么状况哦，我就直接敲你。那屋主当然不疑有他，就跟阿龙加赖嘛。那加到屋主的赖后，阿龙就知道，屋主是这样，就很讨厌中介，因为他直接把那个中介费拿出来讲哦。那他也没有签到委托哦，因为他今天的身份是一个买方他也知道同业哦，现在都跟他一样都在演戏哦，都在大家拼就没抢委托了哦。都跟他一样在演买方甚至是一些比较厉害的剧本这样。好，接下来就是拼速度的时刻咯阿龙回家以后，他就约了一趟热潮，把他的朋友都喊出来叫他朋友都跟他一样去看这些房子，他要开发这些房子的屋主，但是每一个人都要讲一个比他更低的价钱。他朋友没差就去看房子，帮他这个忙之后的1个礼拜之内。阿龙有6个朋友，又各自在找自己的男女朋友、爸爸妈妈、弟弟什么的，全部都打电话给屋主去约看房子。屋主超爽觉得说哇，这个自己的房子果然是个抢手好物。可是越看越不对劲因为每一组来看的人出的价格一组比一组还低，偏激的就是他只有能在下午3点来看房子。那屋主就在上班他又不想请假，但就被苦苦哀求说拜托这个怎样好，那屋主就为了这个就特别请了下午的假，然后去带看。结果这个家伙出价又很低，那屋主感觉就越来越不对劲我自己的房子好像没有我自己想象中这么好那电话又很多上班开会的时候也一直有电话，快烦死了。晚上的话。那个带看的电话也是一堆，他那种凌晨打来的，房东，你有房子要卖是不是？我靠，凌晨2点打来可是电话那一头又很诚意的要看房子。那屋主卖房子这件事情他本来想省那个中介费，可他时间成本这样越来越大，然后生活工作都被打扰。又经过1周就真的没有人出价出到那个屋主心里面的价钱他的赖回不完了那每一个都在哀求他降价然后你又不好骂人家，因为人家就真的很诚恳，态度很好这样。然后屋主电话又很多拉又回不完出价真的比自己预期都要低很多，低好几百万。屋主就越来越烦躁这样那屋主开始感觉这个卖这个房子就是让他怎样很疲劳。有一天晚上，然后接到阿龙电话阿龙就跟他说，我是之前跟你看房子的那个在中钢上班那个那你要的价格我跟我老婆算过了，真的是负担不起。不过那个屋主我跟你说，你要不要给仲介卖我有一个朋友在做仲介我上次看房子不是有拍照我照片给他看，他一看他马上就说这种地段这个等级的屋况他有一个买方为了学区啦，为了小朋友上课啦已经托他找这边的房子找2年了，他来卖他一定可以卖到叉万而且2个礼拜就可以签约了，就这么快反正就是你怎么捧屋主开心怎么来就对了。屋主听到就说这个价格比那个我开门来看房子的人都高了好几百万，高了300万以上。我算一算即使是要付这个卖方的中介费，也是比自己家卖还要价钱要高很多还是可以多赚个快200万这样。所以屋主就讲故作镇定，然后就会想说不然你叫他来谈谈看
就这样哦。那当然阿良口中的朋友就是他店里的同事嘛，废话。于是阿良店里就怎样，就签到这间本来是屋主自售的委托了就把它签下来了而且之前阿良就有探听清楚，屋主对房仲业真的不熟，又一番说法什么全力协助曝光啊，多店一起卖啊，回去至少帮你打100个电话啊，潜在买方都约出来看你的房子啊，有没的。好，那屋主就稀里糊涂就把这间房子专约就3个月就签给阿龙的朋友那至于阿龙的朋友就他店里的同事能不能卖到当初他在电话里面保证的价钱，能不能在2个礼拜之内卖掉，到底有没有那个找这个地方2年房子的买方，那卖掉以后的佣金要怎么跟阿龙分等等的问题之后再说，先签到再说了这个就是疲劳轰炸开发屋主自售签委托的技法。反正先签下来再说之后要让屋主降价，还有各种技法，比方说再来疲劳轰炸一次就是找始祖买方故意去出低价然后他就会回报这个今天我带看了2组，然后有1组有下卧，可是他们说可不可以是多少钱，然后怎样我已经先帮你拒绝掉他们说的价格太低怎样的。好，这是讲给屋主听的10通20通这种电话之后，屋主就觉得哇靠，这个大家都出不到啊，那我真的卖高了有了没的。好，疲劳轰炸屋主的心理价格，让屋主怎样认清现实，认清说其实他的房子没有他想象中那个价格，然后他会被烦的要死。那最后怎样，他就好随便啦好就降价成功了。因为现在这个屋主自售，他只是多赚少赚的问题然后他被烦的不行，疲劳轰炸之后，那个好稀里糊涂的就降价成功就可以签了。一降价就真的有之前的真实买方就下斡旋就谈得到的价钱好，之后就怎样顺利成交。阿龙跟他的同事他同时开发到这个屋主，然后那个买方也是他们店里自己开发到的这个就是全炮佣金最多买方佣金卖方佣金都是他们，所以阿龙就跟他的同事就约晚上吃热炒然后这是要瞧什么？瞧佣金要怎么分，并且约好这个奖金拿到的时候要先拨出2万块来做什么？来做唱歌吃饭公积金先去把之前请朋友不是去演戏吗的那个人情还一还，并且约定下一次还要再来帮忙如果有的话，大家还要再帮忙一次这样。以上这个就是台湾无时无刻都在上演的仲介开发屋主疲劳轰炸战术的阿龙版本阿龙版本全部的运作都可以在3个月之内。所以我会说这个阿龙他不是好人，他也不是坏人他不是好人，因为他策动了一群人去演戏，对不对？他不是坏人，因为他交易过程真的全程合法合规，因为他自己以前就帮忙演戏的一员啊，对啊。他只是在社会上拼搏要认真赚钱，准备要结婚的小房仲而已。这就是阿龙。那阿龙现在在干嘛？阿龙今天早上刷那个591，又看到新出来一间屋主自售，阿龙正在打电话约那个屋主要看房。电话里面新的屋主就问了：“那你做什么工作？”阿龙这是自信满满的跟屋主说：“我在台积电上班。”